下一个目的地。那人微微一怔，连忙摆手说道，这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，甚至我们的出发前都不知道我们飞行的目的地是哪里。我们一直到上了飞机，飞机起飞之后，飞行员才把我们这次任务的具体要求告诉我们。说着，他又道，至于到了瑞典之后是什么安排，我们就更不知道了，甚至我都不清楚到了瑞典之后，我们能不能上那架飞机，毕竟这2人是英主要的，而英主踪影难测，不可能让我们知道他的位置，很可能是飞机把他们2个人带走，我们自己想办法返回塞浦路斯。叶晨听到这里微微皱了皱眉，开口问道，送你们来的那架飞机，平时难道不归你们管控吗？我的情报显示，这架飞机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塞浦路斯。那人点点头，如实说道，那架飞机确实一直驻扎在塞浦路斯，但是那架飞机不归我们骁骑卫管理，所有的飞机都归邮差管辖。邮差？叶晨好奇地问，是和向导一样的另一个工种吗？对，那人忙道，我们以及我们管理的死士，一切人员调动都是由上面决定的，上面学决定之后，会将任务细节交给邮差，邮差再转通知给我们，比如死士外出执行任务。邮差将任务下达之后，我们会根据任务要求挑选足够数量符合要求的死士，然后用药物让他们昏迷之后，再将他们打包交给邮差。任务结束之后，邮差会再将活下来的人送回来交给我们。叶晨大概明白了。我们这座铜矿下一个目的地。那人微微一怔，连忙摆手说道，这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，甚至我们的出发前都不知道我们飞行的目的地是哪里。我们一直到上了飞机，飞机起飞之后，飞行员才把我们这次任务的具体要求告诉我们。说着，他又道，至于到了瑞典之后是什么安排，我们就更不知道了，甚至我都不清楚到了瑞典之后，我们能不能上那架飞机，毕竟这2人是英主要的，而英主踪影难测，不可能让我们知道他的位置，很可能是飞机把他们2个人带走，我们自己想办法返回塞浦路斯。叶晨听到这里微微皱了皱眉，开口问道，送你们来的那架飞机，平时难道不归你们管控吗？我的情报显示，这架飞机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塞浦路斯。那人点点头，如实说道，那架飞机确实一直驻扎在塞浦路斯，但是那架飞机不归我们骁骑卫管理，所有的飞机都归邮差管辖。邮差？叶晨好奇地问，是和向导一样的另一个工种吗？对，那人忙道，我们以及我们管理的死士，一切人员调动都是由上面决定的，上面学决定之后，会将任务细节交给邮差，邮差再转通知给我们，比如死士外出执行任务。邮差将任务下达之后，我们会根据任务要求挑选足够数量符合要求的死士，然后用药物让他们昏迷之后，再将他们打包交给邮差。任务结束之后，邮差会再将活下来的人送回来交给我们。叶晨大概明白了对方的运作模式，他表情凝重地说道，你这么说，你们这些骁骑卫大部分的职责相当于狱警？对，那人赞同地说道，我们绝大多数的工作都类似狱警，而且还是劳改监狱的狱警，平时还要监督那些死士在井下进行开采作业。叶晨诧异地问道，铜矿还在生产？对，那人解释道，铜矿是通过合法的程序，用合法的资金从塞浦路斯政府手里买的。由于这本身就是一家已经投产多年的铜矿，所以组织也不能让它停业，因为那样的话一定会引起外界的怀疑，所以组织在买下铜矿之后，对外宣称投资了5亿美金，对这个铜矿进行升级改造和扩建。说是改造扩建，其实主要就是在铜矿底部建造可供我们和死士生活、
训练的区域。与此同时，铜矿还保留了几个工作面，平日由死士及家属轮流工作，保证铜矿的正常生产。在外界看来，我们这个铜矿一共有200多名员工，但实际上，我们这200多人都不工作，真正负责开采工作的是下面生活的死士和他们的家属。他们只需要确保每天有100多人负责开采工作，我们的产能就可以达到正常标准，外界也就不会起疑心。叶晨皱眉道：可是你们还关押着1000多名死士和他们的家属，这规模至少几千人，这么多人的吃喝用度都要依靠进口。如果你们长期进口大量超出你们200多人需求的食品物资，外界难道就不会起疑心吗？不会，那人又进一步解释道：我们所在的这家铜矿就在沿海，有自己的码头，所有的物资调度都通过海路进行运输，挖出的铜矿石也都由海路正常对外销售。而且我们的铜矿石是打包卖给我们在土耳其的一家炼铜厂，那家炼铜厂也是组织的企业，所以他们每次发船来运铜矿石的时候，都会携带大量食品物资入境。更何况塞浦路斯这种经济不太好的小国家，内部管理相对混乱得多，也腐败得多，所以我们买通了塞浦路斯的海关，不会对进出的船进行任何检查，所以这样就能确保我们有充沛的物资，可以不露声色地运进来。叶晨没想到这个组织连铜矿石的销售都能形成闭环，惊叹之余又问他：你知道土耳其那家炼铜厂的名字吗？知道，那人不假思索地说道，炼铜厂名叫伊斯德米尔。好，叶晨轻轻点了点头，心中暗忖，掌握了位于塞浦路斯的铜矿，以及位于土耳其的炼铜厂，关于这个神秘组织线索的掌握又多了几分。随即他又问，除了这些，你还知道什么关于这个组织的信息？那人沉思片刻，开口道：不瞒您说，我们的信息渠道也很有限，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比死士要自由得多，但我们其实更像是关押在地面的犯人，组织有着严密的规定，不允许我们擅自外出，平时还有督导常驻在铜矿内部，所以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待在铜矿内，偶尔外出也是执行任务。叶晨微微颔首，随即看向7人身后那格外紧张的一老一少。他眼见那女孩不过17、18岁的年纪，于是便将目光留在那老者身上，开口道：老先生，请问一下，你们跟这个组织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们为什么要费尽心机把你们抓走？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